玩第一点。这个太大了吧？这个大概有160公分左右。哦，还好啦，就是我还比它高一点点。这个镜头就可以让灯笼多功能的使用。它当灯笼绕轨。哇，其实蛮美的。当花瓶啊。对，这样也蛮酷的。那给小孩子当提灯就可以。哦，好香哦，米的有点像米浆的味道，米雾缭绕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让我帮你。这有那个香气，我们看看，又酥油、酱油，好香哦，好好吃哦，新鲜的味道果然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创新与传统，通常呢都是在天平的两端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取得平衡呢？哪一边才是最好的？有没有可能在中间？听说在宜兰就有一个无师自通的灯笼达人，他的灯笼可是千变万化的。走，我们来去看看。哇，哇塞，满满的灯笼哎，而且，好不一样哦。哎，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像不像我们那个露营的蕾丝露营 glamping？ 有没有？只是它是金黄色的 ，glamping 是白色的。然后还有这种要怎么说啊？笼中笼吗？灯笼中还有灯笼，叫笼中笼的意思。哎，好不一样哦，好酷哦。啊，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我是小豆，怎么称呼？林老师，你好。这些灯笼都是你做的哦？哎，是。哇，你这样子算是你是传统还是创新啊？我已经搞不清楚。又是传统又创新。怎么说又是传统又创新？因为以那个传统的灯笼制作方式，然后结合现在的一些创意的那种概念，环保观念，实用的观念，实用。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灯笼，有别于传统灯笼只被用于装饰以及照明，林老师将这项传统工艺结合了现代人注重的环保、实用等概念，设计出许多新的作品。例如眼前的古董青花瓷，它居然也是灯笼。它不是灯笼，但是也可以当灯笼来使用啊。是不对？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懂什么意思。这是真的植物哎。是。那你把它放在里面，它还能当灯笼？可以当灯笼。怎么当？因为如果把这个拿起来啊，这个，它里面有一个保特瓶啊。对。这个你看有一个。这可以拿起来。拿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水。对，放在这边。这样当花瓶嘛。然后如果当灯笼的话，你看我这里面有一个可以结合那个灯座吊起来，这个当灯笼了。你是怎么想到的？这个是用创新嘛，这种实用的观念啊。对我来讲，我是一个坚持创新的人。我会觉得，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只有这几年。你如果能够用你有限的时间，然后去做你喜欢的事情，而且那个事情不是一个维持住它就好了，而是帮它再更发扬光大。但是创新不等同于乱做、乱搞就是创新 ，no， 你是有计划性的创新，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。那这样创新的人，我是很佩服，而且我会觉得哇，非常的棒。像这个里面用那个报纸做的手工纸。做外罩，回收再利用，对，做外罩，然后上面贴一些树叶，还有那不一样的草啦，好典雅哦，这个感觉很典雅。你看这还有那个枫叶，贴在上面，所以它一样，它一样也是里面可以变成双改装，然后用那个锻造漆的处理方式，再把漆上面，就好像有古董一样啊。这一件就展现的那个作品大概是这样。我发现你要做一个灯笼，你还要学会蛮多东西。对，怎么做改装啦？你对材质要很了解。木工啦，你也做木工啦，然后锻造漆啦，还做纸啊，手工纸也要做。我们冒昧请问一下，您原来是做什么的？军人，职业军人。是军人。然后到邮局又当邮局的公务员，然后后来就先退休了吗？也退休，然后就开始专心研究灯笼这个事情。哇，太强了！所以你看嘛，
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只有你想不想做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。我往里面再看看，对，哇，老师，哎，这也是你做的？哎，是的。当然，对，我在问什么？但是这个太大了吧？哎，这个大概有160公分左右。哦，还好啦，就是我还比他高一点点。160公分呢，这要做多久？哦，这个大概要20天左右。20天？因为它有3层，等于怎么说3层？里面你看，里面到外面有3层。哦，一层。等于是3个大灯笼。哦，哎，你看它里可以动吗？嗯，可以吗？但是不能转了。哦，不用转，就稍微让它转。你看这个，这里一个，然后这外面这里还有一个，然后在外面这里还有一个。总共，所以这叫做3层。哎，3层，把3个大灯笼把它组合在一起。这是你之前有借出去展览，是不是？借出去展览在哪？在机场？在桃园机场展览过一次，好像香港也有展览过一次。好漂亮，做这个20天很难做，真的会不会很难做？这个像这么大的，它最教堂的特色就是多层，然后可以伸缩的，可以伸缩，所以很大。这么大也可以伸缩，可以伸缩，可以折叠的。折叠？可以把它卷起来。等，它这个是，问一下老师，它这个是什么？这中间一横一横的是什么？那个是碳钢线，也是要硬一点，它不会砰就断掉吗？不会断，把它缩起来，对，把它卷起来就可以。所以说不占空间，看起来很大，不占空间。是哦，这是传统做法还是创新做法？等于是也是传统的方式，用模板，大的模板，对，大的模板，对。所以那我们一般人要学灯笼就很难，像你无师自通，那个小的是简单，小的这么大的话就有人。哦，那小的呢？小的你可以，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教我看？哎，等一下我们来现场来做很小的。林老师说，一般人想做出这些兼具美感、环保与创意的灯笼，其实是有配合的哦。只要透过他研发的模板，利用益智拼图原理组合，最后加上个人创意，就能做出属于自己的灯笼。但我想挑战不是一般人可以挑战的进阶版，大师等级的双层灯笼。这么多这种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做灯笼要用的？哎，是，这算是模具吗？这个是算是做灯笼的模板。模板，哎，模板。我以前也就用这种方式做。这个灯笼方式有很多种呢，这个是其中一种。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做灯笼，每个人有每一个人各种的方法，他自己下去做，但做出来，其实它就是像这样子圆的，传统做法。传统大概的圆。哦，但是做了，结果是一样，但是中间的路程不同。哦，好酷哦！所以我们现在，为什么你那个跟我这不一样？现在只有2层的，我们现在是做两层的那一种。2层灯笼，哦，就里面一层，外面一层。那我们就先做里面那一层。先做里面那一层。2层的里面先做。好。那我们就现在开始。怎么做？现在开始。第一步就要先固定模板，把这个模板固定在这个固件套件上面。它这个有编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。它长得不一样吗？万一你编号错了呢？会编号错就没有办法绕。等一下。没有办法绕。对，它这个是螺旋式的那种绕铁式的方式。哦，就像是我们瓶盖上面自己有一个规则啦，它有一个路线。对。这个规则它现在。所以说它有编号这样。所以它编号一线绕到底的。一线绕到底。有2个套件把这个8片的模板把它固定好。哇塞！固定好。那老师，我问一下，像这种大的也是用这种？是这样。所以它的模板不就要更大？很大，那个好几10公斤。但是它的铁这中间的碳钢线也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所以那个难度就这样光绕就要绕很久了。固定好以后，对，我们就把这个碳钢线对，是把它绕上面。打个勾，对，勾，然后勾在任何一片的那个模板头这里开始，头这边先绕几圈3、4圈对，3、4圈，就绕，绕了3圈又找1上来。绕3圈以后还要找到1，并不是说它一开始就要。对，这边因为开头这里可以先绕几圈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拉一下线。请老师拉线。忤逆老师的第2圈。
需要绕很紧吗？就顺自然一点，流的自然一点。然后好像开始就找到一找到了第一个，这个对，这个开始。然后2也找第一个，这里，它有螺旋的，哦，在这里，渐哦，找到了，哎呦，真的，他们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哦，难怪他需要照数字的编号排下来，哦，这个啊，到我们来，对，我会做灯笼，帮我在收集技术。架子上，然后把刚才那个塞进来，塞进去，哎，这个就很神奇，这样子灯笼不一样。哦，它当灯笼都好看。哇，其实蛮美的，很棒的，现在蛮酷的，可以给小孩子当纸灯。哦，香哦，有点像米香的味道，米雾缭绕，看得到吗？让我帮你。待完第一点，塞进去。哎，我们对了，要不然来不及耶，要不然你不能做完才塞啊。做完了是塞不进的，对，要先塞。塞了以后哈，怎么塞啊？哦，就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可以。哦，等一下，做完了以后，你再从手伸进去再把它摊开来。那别人做的灯笼是没有这个，对，我的灯笼有这个。对，这个它的功用啊，它就是要把这个我的灯笼可以多功能使用的一个小配件。OK。啊，这小配件啊，你看啊，固定在这里，固定在这里啊，固定在这里。拆掉了啊！这次我就敢拆了，换我换。不好拆，我不敢呢，我很怕把它弄坏掉了。用力，我果然是自己的都不怕。这样都要拆那边哦，要先不，这样是不行。你要先这里啊，先这里，因为这个都固定了，干了以后固定，对不对？这里不是哦，这边哈固定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先把这个松一下。哦，先这个松，先松开来啦。你要先每一个你松一下，它这边自然就开了。你看这样，对，就把片你看内行在做就是很快，我们还在那边搞半天，就很怕把它弄坏掉。这边呢就好弄。哦，这样。这个再继续一样的啊，一样，它这个有连住了。哇。这个，我不敢，我很怕一动就把它弄坏掉。好，就这样拉。
它就2层呢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酷哦，你要结合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还有点技巧。对，因为它这个它里面也有接合处嘛。对，接合处我们就把它绕到避开，这样就比较美观一点。哦，懂了。那这怎么粘呢？你现在怎么粘？现在用什么？现在是用那个用强力胶粘的比较快一点。好啊，那连起来，然后就可以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灯笼的概念。灯笼就是你要上面，还像这大跟小，一个大一个小，它的灯比例放大。它的那种文化人的魅力会比较吸引我，因为他从不会，他本来是职业军人，从不会到无师自通，到去学这些东西，到慢慢的去开发说怎么创作出来，怎么做会方便，怎么让其他想参与接触灯笼的人变简单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。而他在创作这些的时候，又好像我们自己在做模型的那种模型人的热忱。就是你会玩一个玩具，你会想把它玩到透彻，你会更想把它发明出来，然后甚至他做到了一个这么大的灯笼，去参加了展览，而且可以放在机场。我觉得对他的人生来说，他应该也还蛮有那种小确幸的幸福感。所以粘好了以后，它就变这样。你刚刚说你特别的配件，就是这个。对。这是做什么用？现在是说，我觉得灯笼跟才不一样，就是说这个。开口这地方有2个小配件，这个最主要是要配合我设计的这个接环的使用，这个接环就可以让灯笼多功能的使用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当灯笼，对不对？对。要把这个接环把它组在插条上面。对。然后如果要灯哪里有多的，我就把要当灯笼的话，用那个针头剪了一条，对把它灯轨装起来。那这个尺寸就跟我的灯头一样。灯头 ，OK， 这样子拿起来，对，然后我给你插一个，哇，其实蛮美的，然后你家里有多的保特瓶，当花瓶对，不要丢掉就环保了，对不对？它环保用途就出现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当花瓶、花器，放桌上里面装个水，插个花，这样也蛮酷的一个物件可以多个用途也算是环保啊。对啊。然后如果元宵节到了，对不对？要给小孩子当提灯就可以。我们弄个那个提灯的把手，对。那个好多瓶的那个瓶口，切下来锁起来，锁在这里，锁这样就可以了。提灯笼。这个灯笼的设计把它用传统的工业的这一种技巧，结合环保实用对，这些创意进来，让传统的那个灯笼更实用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你蛮厉害，就无师自通到做了就传统的灯笼，然后再把传统的灯笼跟新的元素做结合，然后再结上环保，我觉得好酷，我觉得有学到新东西了，年轻人好不好接受好，谢谢老师。因为兴趣，林老师无师自通，为已经有1000年历史的传统灯笼注入新的活泉，赋予更多的价值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新竹探访纯手工米粉厂，品尝因为祖先的一句话100年来不能退让的坚持与妥协下交织出的独特滋味。对，做完了，香哦。有点像米浆的味道，米雾缭绕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让我帮你。待完第1点。对，做完了。你好，早，你好，你们是做完的意思吗？不是，这个差一个段落而已。我已经4点，我3点半就起来了，赶过来还是没有比你早因为起来，
我差不多将近4点。将近4点起来，对，然后开始做这些事情，对，然后磨米浆，对，所以，哇，我本来以为我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还在洗米，然后还可以跟你聊天，然后对洗一洗，然后开始磨，就我已经错过磨米浆。新竹市的南市社区是老新竹人口中的米粉寮，在50、60年代全盛时期有高达70多家的米粉厂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，机械逐渐取代人力，多数米粉厂纷纷改用玉米淀粉替代纯米，只剩大哥家的米粉100年来始终维持一种配方——再来米，其他的添加物就是水、时间还有经验。所以从第1代开始，对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对，传统一直到现在都一样，都一样的，没有改变。所以，没有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给到消费者的手上，他们吃的味道都一样，没有变。对，包括最上游的米，对，数十年来应该数百年了吧？100年了，100年如一日，就是都是同一个米厂。对，大家的配合，口味都一样，都是在跟他配合。哦，懂了，所以现在是脱水。对，它要脱多久？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。1个小时的时间。大哥说，磨好的米浆不用脱水机去除水分，而是装进布袋里，利用油压机慢慢压干，而他们就可以趁这1小时抽空补眠。等水分沥干后，果粉还得借助机器搅拌成果团。大哥说，米粉是他爷爷郭树从老家福建省惠安县学来的功夫。从日据时代，他们家就开始做米粉，到现在已经第4代喽。大姐，我们刚刚这水分都已经压干了，就是压干了以后，他现在在做什么？做一个果团。什么团？果团。果团。对，因为它下去蒸，给它一个定型哈，下去蒸只能蒸3分熟。只能蒸3分熟。对，因为3分熟是要给它搅拌成熟度才会柔，才会 Q。以前也是用这样的机器吗？以前没有，用手捏的。以前用手捏怎么捏？用都是这样，小朋友像玩沙这样子捏。就把它捏成这样吗？没有，小小的一坨这样。一坨一坨的。对，不可能这样。所以以这样来说的话，你现在这样做已经算是进步了。进步了。这样来说已经算进步了。对。所以你也有在创新，就对。有。因为有专门在做机器的人啊。那所以呢？所以说哪一个部分要轻松就要轻松啊，量才有出来。才能有量。对，完全手工的哈，做不出来量。对了，你的手能够捏出多少？对，都职业病了。哦。对。所以以前用捏的，现在改用机器，然后这样压嘛，压成一个气，然后出来，等下下去蒸。对。蒸3分熟就好。对，3分熟，不能全熟，因为全熟等下它丢到机器搅拌会太黏，跑不出来。原来蒸果团可说是米粉制作中最关键的工序之一，因为米粉的 Q 度完全仰赖它。果团只蒸3分熟，蒸过熟做出来米粉会太黏撕不开，太深的米粉又容易断掉。大约蒸1小时，果团就可以准备出炉。至于要如何分辨，大姐说3分熟的果团外层较软，内部较硬，从横切面的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刚刚我们先吹3分熟的，拿到这边，然后重新拌2次。对。它现在出来用这个轮米片，给它扎实一点，因为它还有空气在嘛。还有白白的。好像花贵哦。对。它那个是木头的。木头才会吸水。你从第1代用的就是木头到现在。到现在，对。那是什么木头？那时候我不晓得它用这么久对，因为每天还用啊。每天在用，其实你有水又干燥，它其实都有在呼吸呀。对不对？对。好酷哦！然后到这边再把米炸出来，对，就直接变米粉。对，米粉是用压的，不是用拉的。很多人都觉得米粉我们要怎么把它拉像拉面一样拉成一条一条的，那其实不是。其实我说在，我有的时候分不清楚米线、米粉跟冬粉。因为都是一样，都是细的，要反正拌起来就一直吃，或是分不太出来。面线是用拉的，米粉是用压的。因
条生产线呢。对，小小的。早上从那里过来，然后到这里。大姐说，纯米米粉的制作耗时费工，利润又低，雇员工根本不划算。从日据时代到现在啊，他们啊都是靠家人亲戚间的扶持，以家庭工厂方式经营。虽然呢靠的都是劳力，但只要肯努力，绝对不会饿死。然后怎样？把它卷起来，它卷起来，对，那个对，卷起来，然后把这边割掉。对，对，这样，对，然后给它，不是，你再把它捏，这边再卷。对，小姐姐的，小姐姐的。好像像，你看它很密，你看它卷好像在打小孩屁股。这个那个很酸。他是用这个，他用这个，然后把它炸成一丝一丝的米粉呢。用这个哦，这个用人怎么做啊？根本压不动啊！哇，可以啊。从前是用人，我爷爷那一代是用人压的。对，怎么压？用轻轻地这样，一直打，一直压这样。哦，那一只还留着。来，啊，你看它转嘛。好像在送什么炮弹。对对对对，就像送炮弹一样。这样。对，然后放进去，这个要靠近哦。对对对，来。要抓到它。就这边等它就好了。对，慢慢的，反正你再慢慢的转就好，也不能煮太快，要让它挤压。好。前几个是谁？李李人，还有嘞，再来就不好讲了。还有小马嘛，小马没有，那个谁？黄少伟，黄少伟没有，也没有，那还有谁？看来我找到我的第二春了，我可以做米粉哦。可以。哇，但是米粉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在这边，然后等一下还要再蒸一次。对，像这样米粉是下面一定，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反过来直接倒？因为对，米粉这种东西它还没蒸熟。对，你再把它压下，你再把它压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恢复刚刚的形状。就像这样，你看哦，我们现在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它现在是米粉，但是你如果把它这样，你用力去压它，它就变跟刚刚一样，它就可以回到变果团的时候，面团。刚刚就觉得哇，整个腰背其实蛮酸蛮累，我才刚开始接触，但他们已经做了100年吧，100年，对，他们已经为了这米粉折了100年的腰。其实是辛苦，是辛苦。这传统产业坚持下来，我觉得是一个很辛苦跟不容易的事情。从凌晨4点忙到现在，白米终于变成米粉，但刚挤出来的米粉还要再蒸1小时，才算完全熟透，准备出炉。香哦，米的有点像米浆的味道。饭团。哎，对，哎，要把饭变成长条形，因为它都是米啊。哦，来了。头尾给面团，头尾就是新鲜的。不是，因为它还要继续
这样就好。煮哦。对。丢一个。这个。对。水就开了，蒸汽就开了。哦。等一下我们还要把它撕开，才不会粘在。给我酱油什么拌一拌，我就可以吃了。对。来点葱花。对啊。这样你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这有那个香气，看看，有猪油、酱油，香哦，好好吃哦，新鲜的味道果然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台湾第一点，这样你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让我帮你。在哪里？这里好像有了哦，小好一点。看看，没有我你怎么办？米雾缭绕，就感觉在里面它是那个雾气，让你闻到的是米的香味，我就觉得好像置身一个很仪式感，它很像一个仪式。那2片蒸笼打开来的时候，哇，它开始蒸汽往最天空去，好像一个云就先盖在上面，然后开始把米粉一摊开，哇，整个蒸汽又起来了。我觉得那个温度跟温暖是有的。其实在这里皮肤会变好，难怪你说你皮肤这么好。我花钱啦，你倒在那边的啦，是要花钱啦。跟你讲，你看，你嘴巴笑到耳朵了呢。谢谢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原味的，可以吃哦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不要太大口。没有，好好吃哦。看好吗？好吃哎。好吃哎。好吃。原味，原味吃起来感觉啊，比较不一样，跟我们一般在家里吃到，还是你面摊吃到的。哎呦，还有这个，以前哈，是什么？以前没有那么哈，我们都是这样拌一拌，在地人这样子拌一拌筷子。我那个小碗给你好了。好，这里的小碗。好，这有那个香气，你们看看，只有猪油、酱油。好香哦。刚刚你吃的是原味的，来你吃看看。所以这是以前你们刚做出来都会这样拌，肚子饿就这样拌。再拌一拌猪油。哇。好好吃哦，超好吃哎。来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吃？跟我们一般在面摊吃到真的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你要不要？不能用手啦！是风啦，不可以用手啦。对，要吃要靠技巧啦。今天从一早起来跟着，然后吃到那猪油拌的米粉、湿米粉的时候，说原来这是米粉的味道，跟我们一般在吃炒米粉啊，真的是，可能你后来再煮过了，干的米粉回去再煮过了，然后再去炒，我觉得只要不你后面有再重新煮过的话，你都没有办法吃到这第一手的味道。这第一手的味道，我觉得是最好吃的，但一般人吃不到，没有办法。新鲜的味道果然不一样，跟你在面摊它重新又再煮过，对，不一样，切鬼，或者是你晒干以后回家煮，那个味道完全不同哎。对，哇，像这样子一片，你要从早上你几点起床？4点就起床，然后一直忙，你要忙到几点？差不多到1点多。
去睡个午觉。没有，等客人来拿米粉。然后呢？后来煮晚餐。煮晚餐。对，等孙子回来。那你都不用睡觉？有啊，晚上有啦。晚上你才睡几个小时？5、6个小时。你这样怎么够啦？习惯了。这样会爆肝呢。还好啦。照你们这样做，真的休息时间太少。对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在家里吃到的米粉，或是你面摊吃到的米粉不一样。你知道别人要花多少的心血？自古以来都是用这么长的时间、这么长的功夫，一道一道的程序做出来的新鲜米粉，才会送到你的手上。其实传统产业有的时候真的蛮辛苦，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说用比如说用全机器的方式，也没有，口感就不一样，口感不一样，所以还是为了口感坚持，对，然后做这样的米粉，对，哇，太感人了，谢谢，太感人了，也要靠消费者的支持啦，这么好吃怎么可能不支持？虽然做米粉几乎是没有休息时间，但大姐对这样的生活却甘之如饴。虽然他们家米粉比不上机器生产的整齐美观，但只要听到客人一句“你的米粉跟别人家做的不一样”，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品尝完这第一手的好滋味，听说工作还没有结束哦。那我问你，你儿子这样回来帮你，你有没有很开心？当然有啊，因为搬重的他们会搬啊，对，我们会老的啦，尽量鼓励他们啊。爸爸妈妈还是要帮忙，因为做这个还是要有人手。但是小朋友愿意回来帮忙，这是一件开心的事。欣慰的啊，因为他从小看到大了，就是还是不会怕。教育哈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你会变成你自己做，从小一直看，对，你就没兴趣了。对，你没兴趣，你也不想做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做要做有兴趣。对，像我是刚来，我是初来乍到的人，刚初学者。对，我什么都很新鲜。对，我觉得哇，连吃这个米粉，我也觉得好新鲜，好好玩。但是，1年365天叫你天天吃，对，会怕。有可能哦，有可能会怕哦，真的。所以自己的事业总是你不要做多，只要是我没有批发干的给人家。你们哦，你刚刚有说到你们其实是湿的比较多，干的比较少。对。也就是因为父亲你就直接交给面摊嘛。对。那干的就是把湿的做多的剩下来，晒干，然后把它晒干。对，送礼爱用的。送礼用的。对。米粉保存容不容易？容易啊，它可以干的可以放1年。就这样啊，什么都不用加。不用。就1年了。可以1年，对。它可以干的啊。好酷哦。对。不用加什么防腐剂，什么都没有哎。没有，从你早上看到做我都没有。米这么神奇哦。对，米就是这样子。那你冷冻的话，湿的可以冷冻啊，放2、3个月没关系。我这样弄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可以啊。对，后面会整理。你讲可以就好，后面会整理不要讲。对，可以，后面会整理。对。其实你说改变好不好，还是回归到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但是后人乘凉的话，你如果想改变，你也可以做一些好的改变。但是你如果想要继续的乘凉，然后继续把这个传统产业坚持下去，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。因为至少我今天从头到尾这样看着他们一家人在做事，我觉得这米粉是有温度的。而当有机器多的话，那个温度，当然你吃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温度的增减，但是你真正参与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这个温度，我如果把它想象成，我今天进到的是一个工厂，当然撕米粉那段不变，也还是需要人去撕，但他们一家人一起在做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温暖跟温度是有的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，一家人一起做事，我觉得是好的。你好。好 ，OK。来，你好，现在换到米粉的最后一个步骤了。真的、哦？就是晒米粉，来这块怎么晒？教我一下。台湾第一点，米粉的最后一个步骤了。真的、哦？就是晒米粉，来这块怎么晒？教我一下。这样子拿。这样，对，这样。按我们这样子，下面这一只把米粉用松，
用大概一片这样子的大小，就这样把它拉起来就好。拉起来之后，这边一样不要动，这边就用手夹住就好。对，这只筷子拿走，拿这样把它拉过来一片就可以了。我看一下，你说这样子，对，不容易，这样夹起来，要把它夹住，夹住，不好夹，夹住，对，好，然后把它放好摆的，这只手压着这一头，这只筷子压起来。难怪啊，你刚刚的秋水比较好用。对对，不能用我们吃饭那个姿势，这样，不然你那只手拉不起来。对，这样，这只筷子在这里，把它这样打过来，对，哦，打过来，这样那边再拉过去，哦，然后对，稍微再把它塑形一下就可以了。弄。一开始也用不习惯。你几岁开始帮忙？几岁啊？应该从国小就开始帮忙。你从国小就开始了。哇，你这么乖哦！不帮忙会被打。是背后面那个吗？他拿这个，他拿这个，没有拿树谁啊而已。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要就是创新过？有啊，有，革命很辛苦。意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革命已经革命2次了，一次是放假，对，就固定以前是全年无休，过年休2天，对，现在好不容易是礼拜天休1天，年假有3天，对，现在是革命走这样，年假有3天，对，你们这是最好的状态，因为我们做面店的没办法，要教给人家面摊。阿姨呀，我跟你讲，这样来讲哦，还好你儿子不是我，真的，我怎么造起呀？真的，怎么年假有3天，我自动放8天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会自动放8天哦。像这种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行。没关系啦，烘久一点就好了。可是你烘久一点，这个干的，这个会酥掉。哦，那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晒的厚度就，今天假如我都很厚，就全部都要厚。哦。可这样子会烘比较久，因为纯米的东西它很脆弱，外面有可能酥掉了，里面还没干。那你掉。对。为了方便后续包装，米粉还要费工折成一块一块，才能拿出去风干。米粉好吃要靠3分日晒，7分风干。以往靠的都是新竹的9匠风，但现在因为大楼林立，可以晒米粉的地方变少，加上配合天气晒米粉，来回搬运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体力。于是第4代有了新的做法，靠着机器帮忙，多了方便，美味不变。我们算是米粉里面算最后一间有室内烘干的。哦，我看现在这条街上没有人在做了，现在没有了啦，现在这里剩下10几间了，剩10几间，该倒的都倒了。越没落了啦，真的，这种行业哈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产业要留，因为我觉得很棒，真的很棒。留对，所以我就会继续把它做下去的。很棒啊！只是我有跟老一辈的讲过说，我会有可能机器会变更，但是他们强调就是原物料不要变就好了。你们原物料数10年如一日啊！我刚刚一早起来的时候跟你，所以他们一直怕我说会，都会觉得说哇，这笑脸，你才可不可以搞比起来？又要再革命什么东西，又要再改什么？改是为了人力的轻松。对，其实你是疼老婆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这样累，他还好了。我就做球给你，你还这边他还好。坚持使用100%纯米制作的米粉，口感绵密有毛细孔，比起调和米粉更能吸饱汤汁，吃起来入味又健康。100年米粉厂面对时代的冲击，也不得不对传统做一些让步。他们有所坚持，也肯妥协，唯一信念，只要秉持着东方人的道德，一定能成功的。
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